黑胡子海贼团11人各自的果实和实力，吃下恶魔果实也许不能保证会变得很强，但有时候确实是简单、高效、直接提升实力的办法。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黑团全员都拥有果实能力，再加上他们很多人都推进成6层囚犯，实力早已不可小觑。黑团提督黑胡子外加10位船长，11人的主力配置也和最终草帽团的主力配置对得上，迟早会是草帽团的一大劲敌。其中1号船船长舵手巴杰斯，绰号冠军，最早的黑团船员之一，超人系莉莉果实能力者。一直以来，巴杰斯最大的战斗特点就好似一身用不完的巨大蛮力，极度好战且抗揍，手臂可以挥出一股冲击波，威力足以扫塌一片建筑。早在德岛抢夺稍稍果实期间，巴杰斯就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曾将一名巨人扔至半空，在预赛中以碾压的姿态获得 A 区冠军。在决赛中，靠着手臂上的装置，以一招波动肘击把一只斗鱼轰飞老远，并把观众席砸出一个大坑，打出了一种天地震颤的感觉。虽然巴杰斯一向是不服就干的风格，但也很阴险，能干出趁路飞虚弱搞偷袭，用萨博没能救艾斯这种话搞萨博的心态这种操作。最终巴杰斯被愤怒的萨博碾压击败。但后来身受重伤的巴杰斯偷渡革命军返航的船来到了革命军总部，是黑团捣毁革命军总部获得其军火的功臣。获得莉莉果实之后，巴杰斯的怪力更加恐怖，可以搬起一座山。作为敌人，巴杰斯这种非常的恶心，但作为黑胡子的干部，这种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既能当战士也能当小人的干部，因此也深得黑胡子的重用。巴杰斯的实力也许不如黑团的个别船员强，但依然是1号船船长。2号船船长溪流，绰号宇之溪流，超人系透明果实能力者，前推进城看守长，性格残暴，常常以屠杀犯人取乐，被麦哲伦给关到了推进城6层，并没收了名刀雷雨。在黑胡子入侵推进城期间，麦哲伦原本还想着让溪流去镇压黑胡子，将功赎罪，结果溪流在拿到佩刀的那一刻，直接秒杀了一群狱警，随后投靠黑胡子，并提供了解药。在蜂巢岛，溪流已经获取了阿布萨罗姆的透明果实，将莫利亚砍伤。后来在卡普登岛时，溪流又企图偷袭科比，其实已经被卡普给察觉了。可见见闻色是能有效针对透明果实的，只不过是卡普主动推开了科比。透明果实的确能在乱战中增加偷袭的成功率，但在强大的见闻色面前，不知道其作用还能发挥多少。不过溪流在当看守长时就和麦哲伦齐名，麦哲伦能放出溪流镇压黑胡子，也可见麦哲伦对其实力的认可。而青雉立场不明确，所以一般都认为溪流才是黑团的2号人物。3号船船长狙击手范奥卡，绰号音乐，最早的黑团船员之一，超人系瞬移果实能力者，眼睛上一直戴着倍镜，手里拿着一把名叫千路的名枪。早在加雅岛就展示了在肉眼难以企及的距离连打3只海鸥的狙击技术。目前范奥卡获得了瞬移果实，可能这种果实本身并不是多么强大，但论功能性，瞬移一定是简单但很实用的能力，尤其是这果实给了一个牛逼的狙击手，能直接把机动性给拉满。当然范奥卡也可以用瞬移果实救人，让范奥卡一向沉着冷静的性格得以充分发挥，你们只管冲，我负责救。4号船船长阿巴罗皮萨罗，绰号恶政王，超人系倒岛果实能力者。恶政王的果实能力挺有意思的，算是民歌团皮卡的实施果实能力的升级版。倒岛果实能力者可以和整座岛屿同化在一起，岛上的一切都可以加以控制，不仅能让岛屿做出任意的姿态，甚至能让岛屿说话和移动。由于本身就有岛屿，所以他也能感受到岛屿上的风吹草动，并能在岛上任何地方出现，这是最牛逼的基地守卫者。但这颗果实也有很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和岛同化在一起的时候，一旦这个岛受到攻击，其伤害也会反馈给自身，这堪称是一个巨大的活靶子。所以卡普和科比一人给了蜂巢岛一拳，直接把恶政王给锤了个半死。5号船船长航海士拉菲特，绰号魔鬼警长，最早的黑团船员之一。拉菲特曾经做过2件非常蹊跷的事情，一次是老沙被打败后的七乌海会议上，拉菲特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玛丽乔亚，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拉菲特的目的是推荐黑胡子当七乌海。第二次是黑团离开推进城的时候，拉菲特用一种催眠手段催眠了狱警，下达的催眠命令是只要是军舰就一律开门。路飞小队第一次是靠小冯开门，而此时他们正好抵达了海军本部一方的正义之门，也赶巧了，所以巴基封神的背后实际上是拉菲特的默默付出。虽然目前还没有给出拉菲特到底是什么能力，但在入侵推进城的时候，拉菲特曾经变出一双白色翅膀，可以飞行。显然这和空岛人那种近乎于装饰的小翅膀不同，拉菲特应该也是果实能力者，可能是动物系。6号船船长卡特琳娜戴鹏，绰号玄月猎人，动物系全果实幻兽种九尾狐形态，被称为史上最凶恶的女囚犯。她的猎人绰号不仅是因为杀人如麻，她还有一个很变态的癖好，那就是喜欢收集美女的脑袋，所以专门猎杀一些漂亮的女海贼。她腰间佩戴一把西洋剑，看起来也是一名剑士。然而最强大的还是她的九尾狐果实，可以完全模仿其他人的全部特征，包括身高和衣服。曾经变成阿布萨罗姆，连莫利亚也看不出端倪一点。果实能力很像小冯的模仿果实，但九尾狐这个并不需要触摸别人就可以模仿，有些时候会很难处理它。7号船船长圣胡安恶狼，绰号巨大战舰，超人系膨胀果实能力者，也有翻译成巨巨果实或者大果实。他本身就是巨人族，但他不仅比普通的巨人族还要大，身为古代巨人族的小奥兹也只有38米，运国奥兹也只不过67米，而圣胡安恶狼有180米。尽管身体如此巨大，但2年前他似乎并不是果实能力者。
因为他曾经大半个身子都泡在过海里。出现在蜂巢岛的时候，他正躺在岛上睡觉，就仿佛躺在一堆积木玩具里一样。圣胡安饿狼虽然长相很憨厚，有时候呆呆的还有点搞笑，但一点都不影响他因为罪行过于残暴，甚至必须从历史中被抹去的暴虐性格。8号船船长巴斯克乔特，绰号大酒，超人系99果实能力者。这个果实除了能满足他喝酒的爱好，似乎还没有展示更多的作用。只知道其中一个能力是可以造出很多酒精泡泡，供人在上面飞行。还有一招名叫9号炉火的技能，通过喝酒来喷射火焰，非常像杂技里的喷火表演。9号船船长传一毒 Q， 最早黑团的船员之一，超人系病变果实能力者。看外表可能很难想象，28岁的毒 Q 是黑团最年轻的船员，但却一副最病入膏肓的模样。毒 Q 的果实能力倒是跟他的定位很契合，而且还有比较恶趣味的玩法。之前就用能力性转了罗，该说不说，女版的罗还真的挺性感的。包括他的那只名叫壮壮的马，也是跟他同病相怜的样子，连他的马都吃了幻兽种天马形态果实。黑团对果实能力的狂热已经到了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的地步。10号船船长酷赞，这个就很熟悉了，原海军大将青雉，自然系冰冻果实能力者，实力的话自然也是毋庸置疑。在卡普登陆蜂巢岛时，青雉显然看不上黑团这些干部的实力。青雉现在到底怎么想的，还是很让人迷惑，看起来比较迷茫，但面对卡普的时候又显得没留什么情面。不过感觉青雉应该不至于和黑胡子能有太多共情的地方。然后是黑胡子，各方面也不用多说，目前手握暗暗果实和真正果实，蛰伏30年，然后2年时间从0赏金到22亿4670万，再到现在的39亿9600万，这都堪称是另一个主角了。新仇旧账，路飞和黑胡子终有一战。只不过比较离谱的是，黑胡子居然盯上了女帝的甜甜果实，主要是黑团全员都有果实能力了，黑胡子抢女帝的果实给谁用呢？黑胡子自己用甜甜果实美搂别人，一顿输出，那画面简直了。不用他美搂，但凡看到这个场面的人，想必自己就想石化了。由于黑胡子团总是做出刀口上舔血的事儿，2年前登场没少被人家秒，就有一种这帮人粗糙且不强的感觉。但看下来，黑团实力真的挺强的，而且黑胡子掠夺果实也不是乱抢，他们的果实能力有的并不是多么极品，但都是非常匹配自身的特点，能让他们在战斗中优势最大化。所以这么一个懂得蛰伏、猥琐发育并一招制胜的海贼团，必然是去往拉夫德鲁路上的最难搞的一个拦路虎。草帽一伙的桃花运，路飞这一路上桃花运不断，不光是收割了几个公主，重要的是还收到了一些人的表白和示爱。首先那肯定是死心塌地的单相思未婚妻女帝，当然路飞的脑回路跟其他人肯定不一样，除了对同盟的理解跟罗不一样，路飞对女帝的我中意你这句话的理解跟女帝好像也有一点点偏差，可能路飞只是以为这是什么新潮的伙伴宣言吧。另外玛格丽特对路飞的情感肯定也不会很单纯，可以说有些暧昧，毕竟在路飞认识女帝前，玛格丽特就已经由内而外的了解过路飞了。当时玛格丽特就说再相处下去会产生感情的，言下之意就是她已经有点心动了。跟路飞表白，女帝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吃了华华果实的亚尔丽塔，早在罗格镇就当众跟路飞表白过，而且是很粗暴的那种，直接就让路飞成为自己的男人。那亚尔丽塔应该去争取先当上海贼王啊，毕竟路飞是只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恐怖岛期间，罗拉也跟路飞表白过，路飞成了罗拉的第4444次求婚对象，路飞当时直接就口头挖路了。娜美可以说是婚约不断，但基本上都显得不是那么的正经，像阿布萨罗姆、海军超新星泽帕、扑克海贼团的大熊王都跟娜美表过白求过婚，而且娜美遇到过自己的4个狂热粉丝，这4个少年组成了一个娜美后援粉丝团，其爱慕娜美的骚操作堪比巴托洛米奥对路飞的崇拜之情。索隆的桃花运也不差，香波地期间被波妮拥入怀中，然后扑倒在地，暗岛和佩罗娜有缘千里来相会，到了和之国自己小眯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人家给睡了。主要是路飞索隆的心思完全不在儿女情长上，可偏偏就他俩的桃花运最好。相比之下，2年前的山治就一言难尽了。虽然追求山治的人不比追路飞的少，毕竟卡马巴卡王国号称是第2女儿岛嘛，山治也有一个岛的追求者，但这好像不太符合山治的胃口。2年后，尾田狠狠地补偿了山治。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后来真的挺喜欢他的布林，只是有缘无分。但不管怎么说，2年后山治虽然依旧没能摆脱总是被截胡的魔咒，但桃花运绝对没少过。要说布鲁克、乔巴有什么桃花运，那只能说是在佐乌，像旺达这种犬类毛皮族对布鲁克有着爱不释口的感情，而乔巴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个对他抛媚眼、对他很暧昧的母鹿，一口一个乔巴医生叫着，简直是对乔巴的暴击啊！乔巴的这个反应也很山治了，虽然乔巴吃了人人果实，不过他的择偶取向还是同类啊。弗兰奇在这方面干过最牛批的事情，就是在德雷斯罗萨强吻了一个女厂长，
原本骂骂咧咧、粗鲁的女厂长被弗兰奇彻彻底底的亲服了，在弗兰奇面前直接就变成了娇羞的状态，还要让弗兰奇对她负责，做她男朋友。那个状态就跟 Baby Five 对老蔡一样。罗宾呢，他受到的关照不比娜美少，像在联动番外中，路飞抱过罗宾，剧场版被布鲁克抱过，也被罗抱过，片头里被山治抱过，和之国又被山治抱了一次，弗兰奇抱罗宾的次数也不止一次。其实梅丽号也有过自己的桃花运，在剧场版5里，一只河马犀牛突然袭向梅丽，经过乔巴翻译得知，因为梅丽救过河马犀牛的命，所以他就对梅丽一见钟情了。罗宾补充说，这是一种示爱的表现，他是在向梅丽求婚。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姿势，在海贼王里会发现有些人的习惯性姿势非常接地气，比如路飞经典的亚洲蹲，而比亚洲蹲更多见的是，很多人都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多到这都可以说是一种二郎腿文化了。很霸气的场面就是三大将在顶上战争登场的时候，赤犬和黄猿自然的就翘起了二郎腿，就因为显得不合群的青雉没翘二郎腿，所以赤犬心怀芥蒂，后来就断了他的腿。但是青雉真的不翘二郎腿吗？青雉明明也翘，腿没了知道翘了，显然青雉当时纯属就是看不惯赤犬。除了大将，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也包括草帽团众人，其姿势大概可以分为低调含蓄型和张扬嚣张型两种。要说谁最能翘二郎腿，倒还不是大将，而是罗的二郎腿才是翘得飞起，刚登场的时候在翘，躺着休息的时候也在翘，不得不说这样是很舒服，但时间长了腿容易麻。在回忆里，罗宾和罗两个人是比着翘，甚至吊在山治肩上的时候还在翘。那罗站着的时候总不能翘了吧？不，罗站着的时候也会战士二郎腿。还有一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的一些招牌动作，比如罗宾的花花果实、明哥的线线果实、福克西的迟缓果实、女帝的甜甜果实、罗的手术果实等等吧。理论上这些手势都是自创的，不过屏障果实有点特殊。最奇怪的是，两任屏障果实的使用者都用了同样的手势，黑炭禅丸和巴托洛米奥甚至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正当很难不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使用说明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巴托曾经说过手指打结张开防护网是他童年就知道的。那加上黑炭禅丸曾经确实有侨居和之国海外的经历，这如果是关于屏障果实手势的伏笔，那这个伏笔就太细了。还有3种姿势，模仿难度虽然不高，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一个是弗兰奇的经典姿势，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只穿一条内裤或者什么都不穿，还能做得如此舒展，那应该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了。毕竟这比的就不是柔韧性了，而是脸皮。第二个，女帝的王之蔑视，蔑视程度直接是头都仰到后面去了。这个姿势除了需要极强的柔韧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主要是这种门户大开还看不到正面的姿势，感觉会很没有安全感。第三个，明哥的走路姿势，这个六亲不认的走姿模仿出来也许不难，但是真要走在街上可能会挨打。还有一些姿势模仿难度很高，布鲁克45度倾斜，这个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实际上不借助工具的话，很难保持像布鲁克这么规则的三角形。虽然是很无厘头的姿势，但却能帮助布鲁克自娱自乐，缓解孤独。2年期间，他还尝试过把难度提高到40度，但好像失败了。路飞用脚鼓掌，用脚鼓掌倒是不难，但是路飞这招还有进阶版，在表达兴奋高兴的时候，路飞就会扶着什么东西小蹦起来，而且2只脚掌要合十连续蹦跶，这个好像真的挺难的。萨博的龙爪拳，食指和中指并拢，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尽可能的张开空间，而且手指还要向下弯曲，模仿出龙爪的形状。做不出来这个姿势，刻意模仿的话，感觉手都要废了。维奥莱特的手势，他使用蹬蹬果实的手势，不得不说很反人类，2只手摆出类似 OK 的手势，然后还要将手翻转贴到眼睛上，除非拥有路飞那种可以随意翻转躯体的橡胶体质。索隆的3刀流奥义需要把刀给转起来，而这个牛顿看见也得默默躺回去的姿势，甚至难倒了真人剧，因为索隆是用手指转笔一样转刀的。看来索隆不光咬合力惊人，指力也了得，能做出近海之王和果实能力特效的真人剧，面对索隆的3刀流，直接用起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上胶带。山治的踢击串烧，这个姿势首先需要一字马的功底，当然一字马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对山治来说更是基本功。但是串烧这个技能的发力很诡异，是战士一字马，然后还要在空中旋转，像转子一样向下攻击，同时稳稳落地后还保持王子的优雅，可以说是模仿不了一点。海贼王里的那些雷区蹦迪大师，百兽海贼团里的凯多老师和靳老师，这都很熟悉了。其实奎因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是今天学不会老师的本事不准走，奎因这里是今天学不会你爹的本事不准走。山治刚开始懵了，心想这家治什么时候在外面收了个全能型儿子。话说奎因老师呢，用的是踩雷激发式的教学，从而逼出最强山治，一口一个加治的儿子，一口一个文斯莫克，听了山治心态早早的就崩溃了。奎因老师说别急，还有更崩溃的。
山治觉醒了骨子里的血统因子后，奎因老师一看效果不错，继续雷区蹦迪。他展示了文斯莫克全家桶的技能，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有山治在的地方殴打女人，让女人落泪。站在山治的角度来看，娜美是你喜欢的样子他都有，奎因是你讨厌的样子他全有。奎因完全掌握了 IT 密码了，属于是。踩雷大师奎因不仅屡次精准踩雷，本来文斯莫克就踩过山治的雷区，奎因这是雷上加雷，双倍伤害。最终山治将所有的愤怒汇聚在一脚上，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打败了奎因。山治的愉悦式的成长离不开奎因老师开创性的教学方式。为什么说奎因是踩雷大师？因为这不是奎因第一次趟人家雷区了，之前还在大妈面前护食，跟大妈抢吃的，抢红豆汤，让大妈暴揍一顿，沦落到装死来逃避挨揍。后来又激怒了乔巴，在乔巴面前草菅人命，蔑视生灵。最关键的是胆敢对小狸猫不敬，成功吃到了乔胡子的一个大逼斗，就给人感觉别人做事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奎因是一步一个雷区。雷区蹦迪大师也不能少了黑胡子，毕竟黑胡子的奋斗史其实也是一路在雷区趟过来的。在战国面前要把马林凡多沉入大海，在白胡子面前说他在巴拿罗岛饶过艾斯一命了，在红发面前戏言红发的伤疤。由此可见，黑胡子可能觉得自己吃的是面子果实。总之就是水战国怼老爹，系红发，伤女帝，抓科比，这一套下来得罪了多少各路大佬。话说小马哥是只打高端局的对手，黑胡子是只在高端局里挨揍。2年前黑胡子一登场就放最拽的话，挨最毒的打，跟黑胡子总是在雷区蹦迪的骚操作不无关系。都知道路飞草帽的质量极好，但是至今那顶草帽唯一一次差点被毁，就是在巴基手里。草帽无疑也是路飞绝对不可践踏的雷区，连泽法拿到草帽后都没对帽子做什么，而巴基这个唯一一个敢不给红发面子的人，一手将草帽刺出3个豁口，一脚把草帽踩瘪，看得路飞直接血压飙升。路飞一脚上去，巴基麻了，从没见过路飞对哪个敌人下死手，还要牵连无辜子孙的，更没想过当年东海村口的一场看似普普通通的斗殴，居然是黄团大战的预演。巴基其实一直都在雷区蹦迪，毕竟真海贼就是过的刀口舔血的日子，但只能说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太顶级了，他每次得罪一个人就能结交一个人，结交一个人就能跟那个人混上饭吃，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的雷区蹦迪高手。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路飞天天嚷嚷着想找一个音乐家，在那艘小船上，路飞表达了想找到10个伙伴的心愿。不过路飞最先想找的不是厨子，不是战斗员，不是航海士，而是跟他当下生存环境并不匹配的音乐家。不过以路飞的性格也可以理解。然而路飞当时单枪匹统，能活几天都是个问题。算了，谁牛逼就先找谁吧。在亚尔丽塔的口中，路飞第一次听到了罗罗诺亚索隆的名字，这人听起来牛逼啊。后来科比就带路飞去找索隆了，途中在科比的口中，路飞理解了航海士的重要性，默默记下要找这么一号人。路飞看起来是个憨憨，但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大智若愚。路飞确认索隆是个可靠的人后，才单方面强迫索隆跟自己抱团。被强暴的索隆类似路飞的糟糠之妻，在路飞一穷二白的时候跟了他，共患难共风雨，很像罗杰和雷利，尽管加入时都略显随意。然后2个人饿，索隆吐槽路飞不懂航海知识就出海，最起码要找个航海士才能进伟大航路。路飞则是说还要找厨子和音乐家，关音乐家什么事儿？然后路飞觉得海贼不就是要唱歌跳舞的吗？索隆吐槽先别管这些了。很快路飞认识了娜美，听说娜美懂航海，路飞喜出望外请求加入。但娜美当时最讨厌海贼，不过看着跟这个憨憨有钱赚，就暂定为合作关系。这3个人原本是乘着这样的小船直奔伟大航路的，然而娜美作为航海士又提出这也太草率了吧，最起码要有一艘坚固的船吧。路飞觉得娜美所言极是，于是就去了希罗布村，结识并帮助乌索普科亚打败了科洛船长。他们原本只是想来找船的，结果不仅有了梅利号，又新添了一个伙伴。只是路飞本来没想找什么狙击手，看乌索普有射击天赋，后来才钦定乌索普为狙击手。但乌索普早期更像是个会射击的船工，射手只是副业。有了船，有了海贼旗，还有个漂亮的厨房，路飞灵机一动说，进入伟大航路前还需要一个人。索隆大喜，哦，看来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哟，是一个长途航海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其实索隆想到的是厨子，而路飞脱口而出音乐家，又他妈是音乐家。索隆忍不住吐槽路飞大白痴。不过很快索隆的2个小弟约瑟夫、强尼出现，约瑟夫得了坏血病。这个时候大家意识到航海中饮食的重要性，当然医生也是第一次在路飞口中说出。不过一开始路飞想找厨师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贪吃。就这样经历了海上餐厅，后来山治加入了一伙人，继而在可可西亚村帮助娜美打败阿龙，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村里老医生在给索隆医治的时候，看到那么触目惊心的伤口都是自己包扎的，难以置信道，你们船上没有医生吗？路飞表示医生啊也不错，不过还是先找个音乐家吧。进入变幻莫测的伟大航路，邀请海贼王船医库洛卡斯遭到拒绝后，娜美在小花园因为被虫子叮咬之后高烧不退，微微先放下了国家的要事，
让大家转向去慈古岛先找医生。之后路飞听闻朵莉尔姨娘是医生，邀请加入，但因为心直口快被姨娘一脚踢飞。路飞后来邀请乔巴加入，还帮他坚定了出海的信心。不过路飞邀请的初衷并不是因为乔巴是个医生，路飞当时只知道他是奇怪的驯鹿，而且看起来很好吃，算是歪打正着了。阿拉巴斯坦之后，罗宾倒贴上船，路飞欣然收下。这跟罗宾尤为重要的考古学家职业还真没关系，毕竟罗宾不止一次救了路飞的命，路飞只觉得罗宾是个好人。在经历了阿拉巴斯坦和空岛的冒险后，梅利号早已是伤痕累累，难以继续远航。接下来就要去找个地方修船了。路飞这时候一语中的，说找个船工入伙吧。大伙对路飞刮目相看，路飞终于开窍了，不提音乐家了。没想到路飞加了一句还有音乐家。之后路飞画了他心目中的船工形象，确实和后来的弗兰奇很像，因为都不像是人。无法修缮的梅利号陨落大海之上，罗宾坚定了归宿，弗兰奇带着桑尼号加入。到了恐怖3维帆船，终于路飞心心念念了一路的音乐家来了。不过路飞起初也并不知道布鲁克是音乐家，只觉得这个骨头很奇怪很好玩。就在如此单纯的友谊下，路飞还要帮布鲁克夺回影子，直到布鲁克拿出乐器表明身份，这下路飞绝对不会放布鲁克走了。海賊船では音楽家をやっていました。本当か？お前音楽家なのか？頼むから仲間に入れよ，バカ野郎！后来布鲁克也成功加入了，了却了路飞一直以来的心愿。2年后，在渔人岛，路飞向慎平发出伙伴邀请，也不是因为慎平会开船，主要是从2年前开始，慎平救了路飞好多次命。经过漫长的等待，慎平没有失约，在蛋糕岛发表伙伴宣言，在和之国正式回归加入，成为草帽团舵手。这样的话，草帽团还差最后一块拼图，期待尾田最后的安排。2022年，和之国篇会结束，新剧场版会上映，路飞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成王的门槛。2022年，相信不管对海贼王来说，还是对在座的大家来说，一定会是非常美满精彩的一年。2022，大家新年快乐！山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异性缘，要说异性缘的话，路飞敢说第一，山治第一个不服。只不过山治的异性缘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山治奇特的异性缘在阿拉巴斯坦开始，当时路飞跟之前不在场的山治描述他们刚刚结交了一个奇怪的朋友，山治只风轻云淡地说自己对人妖不感兴趣。没想到山治这开光嘴，不久之后山治就对上了这位新朋友小冯。在吃尽了人妖之苦后，两人留下了一段小小的友情。这事儿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山治也没想到能跟人妖还有什么牵连。香波地群岛，熊非常贴心地帮山治实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山治的新去处景色宜人，岛上呢怎么说呢，全都是异性，这就是山治的异性缘为啥可以媲美路飞的原因。路飞拥有一个岛的桃花运，山治说谁不是呢？毕竟卡马巴卡王国被誉为第2女儿岛，但真实情况只有亲身体会过的山治才能明白。路飞在女儿岛没待多久，山治却在这里一待就是2年。山治学会了月步和神经式见闻色各种加速和躲避的技能，并将自己2年后的一个新技能命名为地狱的回忆。在一帮异性朋友的护送下，山治重回香波地群岛。山治毫无留恋，再见再也不见。在得知路飞和女帝认识后，山治心态瞬间崩溃，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如果可以，山治高低得找熊倾诉一波，为什么只有我的梦想货不对版？2年后，命运给了山治一些补偿，第一站就是渔人岛，山治的奥布路。不过山治还没有尽情享受多少渔人岛的福利，就差点被压抑了2年的鼻血一波带走。又是多亏了山治的开光嘴，他千想万想都没有料到这里居然也能遇见自己的故人。在山治失血过多命悬一线的时候，乔巴找来了2人妖给山治输了血。知道真相的山治上蹿下跳，情绪几近崩溃，真是造化弄人。山治最早只是说他对人妖不感兴趣，结果到了这里，山治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人妖的血了。到了和之国，这里可算没有山治避而远之的人妖了。可是他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异性缘并没有终结，因为这里有女装大佬小菊。小菊是个男儿身，自称武士。但和之国最后泡澡的时候，小菊一个纯爷们是在女澡堂泡的，所以小菊的定位是以男儿身自称武士，而内心是个女生。但不管怎么说，在不知情的山治的眼里，小菊一直是位美丽的 lady， 曾多次对小菊袒露浓浓的爱意。索隆、路飞、乔巴是先后知道了小菊是男人的，山治就一直蒙在鼓里。这一次可没人强迫山治，是山治自己选的。已经可以想象到路飞漫不经心地说小菊是个爷们儿的时候，山治那种精神崩塌的表情了。其实山治一直以来的异性缘确实不错，在战斗对位中就有多位女性对手，只不过他栽也栽到这上面。司法岛被卡利法一脚命中下路，德岛被紫罗兰的高跟鞋命中上路，鬼岛被黑玛利亚骗进来杀。怎么说呢？别人的异性缘都是赏心悦目，山治的异性缘多少有些惨不忍睹。总是跟山治开命运玩笑的有2种东西，一个是他的悬赏令照片，一个就是迷惑的异性缘。在这方面，山治是输家也是赢家，因为山治曾经有过一段两厢情愿的真挚感情，那就是布林。在各方面2人都很搭，只是山治不知道的是，布林剪掉了他们那晚的回忆。后来布林拳打了欺负过山治的尼治和永志，在那场黑暗的血色婚礼中，美丽的公主对王子动了真情。有草帽一伙在，罗的计划从来就没有顺利实施过。
从2年后罗再次遇到草帽一伙的那一刻开始，罗的计划就注定会充满戏剧性，因为作战计划什么的，没有计划就是路飞的计划。虽然一直朝着打倒四皇凯多的大目标推进，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谓是让罗提心吊胆，心态崩溃，精神饱受折磨。早在冰火岛，罗从容不迫，信誓旦旦的在斯摩格面前承诺说，这里面只有自己一人，拒绝查水表，也没有你们要的草帽小子，诸位请回吧。斯摩格碍于罗当时还是七武海，自己也没啥实际证据的时候，突然草帽幼儿园冲了出来，手舞足蹈的庆祝找到了出口，脱离险地。罗就看着这帮突然出现的沙雕，又看了看斯摩格一副这叫就你一个人的戏谑表情，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十分尴尬。罗刚开始凹的帅气造型，此刻只会显得他自己很呆。其实那个时候罗就应该顿悟到，这帮人能给他带来帮助，也能把他给气到晕厥。后来罗跟路飞提了结盟，把四皇凯多拉下马的计划。同盟刚刚达成没多久，罗还没好意思张口提要求，路飞就先提出了救出这些孩子们和找回并拼接好警卫们的身体，是同盟就要一起帮忙的要求。罗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而且乌索普、山治先后已经提醒罗了，路飞对同盟的理解可能跟你有一点点偏差，小心点。活捉凯撒后，因为路飞贯彻的是时刻冒险精神，而罗恰好是计划主义者。罗在讲计划的时候，其他人各做各事，并没有在听。这还没到德岛，路飞就先答应警卫们左乌之后要去和之国了。对于路飞这种追兵快来了先开完宴会的性格，罗已经很多次无语和怀疑人生了，现在差不多已习以为常。罗之后的德岛计划本并不打算花大代价直接打倒明哥，而是利用交易凯撒引开明哥。路飞他们负责破坏 Smile 工厂，摧毁明哥的贸易根基，既限制凯多的力量，明哥呢也自然由凯多来收拾，釜底抽薪，借刀杀人。罗讲完作战计划，发现路飞、索隆、山治作为3大主力，居然全跑进城玩了。后来路飞为了抢烧烧果实，报名去了竞技场，其他人一开始迷路的迷路，撩妹的撩妹。对罗这边来说，唯一有用的消息大概就是山治提供的明哥退出七武海是假消息了。虽然罗在格林比特拼命拖延明哥，而且坚信路飞他们还在执行破坏 Smile 工厂的计划，实际上罗已经被忘得差不多了。而且路飞是要坚持干掉明哥的，所以随着事态恶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干明哥。虽然结果是明哥被打垮在德岛，草帽一伙大胜，但罗属实是被坑惨了。原来从头到尾路飞都没在执行自己的计划，罗悟了，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四皇级别的我行我素。被坑怕了的罗在和之国已经有了很高的觉悟，还没见到路飞的面，只是听到贝波说路飞来到和之国了，并和索隆要硬闯博罗镇。翘着2郎腿躺着的罗的反应直接就是垂死病中惊坐起。罗对路飞很了解了，到了一个地方不搞点事儿，那就不是路飞，就断言这俩货肯定会惹出事情。罗真是为这帮人操碎了心，但罗还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索隆知道计划，应该不会蠢到对凯多的人动手吧。真不知道早已成为和之国通缉犯的索隆十郎是哪点特质会让罗产生如此的信任。总之罗不知道的是，这俩人先前已经和霍金斯交过手了，霍尔德姆刚刚也被干躺下了，路飞、索隆已经在和之国小有名气了。事实证明罗现在已经变憨了，登场去拦霍金斯只是扣了个篓子，手上的 logo 都不遮的，被霍金斯一眼认出。紧接着路飞、索隆抢了粮食宝船冲了过来，憋了一肚子火的罗表情管理第 N 次失控，质问索隆，你发誓不引起骚乱的，现在不光被通缉，还惊动了杰克，还要劫富济贫。罗再次重申，悄咪咪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没过多久，路飞确实没打枪，但打了凯多，随后被凯多一棒子敲晕了，关进了戒网瘾中心。后面起义军登上鬼岛，基德和路飞2大终极莽夫都在这里。基德先莽为敬，路飞去拦基德，索隆去拦路飞。令人怀疑人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莽夫企图去拦另一个莽夫，然后一个路痴企图把这2个莽夫给带回来。可想而知罗的内心是多么的崩溃。当然罗也早有心理准备，在罗的脑海里，路飞、基德的标签就是俩傻子，干脆就将计就计，放他俩去当诱饵。所以说对于计划总是充满戏剧性这一点，罗在这方面是相当有经验了，也早已被坑习惯了。海贼王里的那些装死骚操作，在高手如云的海贼世界，除了正面硬刚，学会装死也是一项简单实用的技能。不过如何以假乱真、瞒天过海，却也是一门技术活。在香波地，一群超新星想从和平主义者手里突围，身为罗的航海士贝波熊和机器熊过了2招，
不过可爱的贝宝血肉之躯难挡钢铁之躯，一顿凶狠的操作之后，伤敌50，自损8000。眼看呢就要被机器熊给 KO 了，贝宝还趁着没人注意他，身板一躺，舌头一吐，原地装死。表面看似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不过这骚操作还真就把机器熊给看愣了。再加上当时海贼海军一片混战，成功脱险，动作之娴熟，一气呵成，一看就是屡试不爽的高手。毛皮族除了与生俱来的可爱，似乎原地装死也是自带的天赋。除了贝波，兔兔加洛特也是装的可爱。当时娜美一伙人来救和四皇大妈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的布鲁克，两人睡的那是一大一小2个泡，骨头老公怀中抱，几个人一个一个上，皆是被各种劝退。加洛特呢，差点把大妈的鼻涕泡给碰破了，手忙脚乱吵醒了宙斯。机智的兔子直接伪装成了超级可爱的兔子玩偶，睡得迷迷糊糊的憨憨宙斯还信以为真，转而继续睡了，有惊无险，没有吵醒大妈。要说装死的高手，一定不能少了乌索普。2年前的乌索普因为极度胆小，除了不能登岛的病这些疑难杂症，其次就是装死，以至于包里经常装有番茄酱，遇事不慌先撒一滴酱，细节做到位，躲过去之后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乌索普在乔巴面前装死，还要立什么遗嘱，让乔巴继承自己的蚂蚁花呗什么的，极其好骗的乔巴已经忘记了乌索普是出了名刀的肉装 AD 呀，在旁边嗷嗷一顿哭。之后又跟牙哇海贼团的船医老头打，两人菜鸡互啄，但是都是骗人装死的高手，不管谁被对方打中都会倒在地上装，在对方掉以轻心之后爬起来就是一拳，然后两人就是装死爬起来打，装死爬起来打，循环往复。如果以上几个人境界还不够高，那论装死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布鲁克。哦不，他这不叫装死，因为他本就是个死人，准确的说应该是肉体已经死了，但灵魂还活着。因为布鲁克天生这方面的优势，根本就不需要装，直接地上一躺，就没人觉得他是活的。在很多不知情的敌人面前，伙伴们都被刷了，布鲁克总能莫名其妙逃过一劫，而且他的头和身子还能分离。表面上看呢，绝对是死透了，危难关头蒙混过关，简直就是保命神技。肉美价廉的乔巴同学，说到海贼王里性价比最高的海贼，乔巴乔老大必定要有一席之地。在不变身的情况下，脾气温和呆萌可爱，身材小巧不占空间，饭量不大，独爱棉花糖。最重要的是，现在是挂着100赏金，打着几十亿的价，寒酸的身价换算下来也就差不多等于几份报纸的价钱。也就是说，把乔巴卖给海军，可能还换不来一串他最爱的棉花糖，但是只值100倍利的乔巴，可以活捉四皇大妈，可以衬托出高冷罗的沙雕，还可以当船上的储备粮，所以这么超值的万能萌物，有钱也买不来呀。乔巴能上船，首先要感谢娜美第一个发出邀请。不过乔巴这波反向藏身的骚操作，跟反向抽烟倒是有的一拼。说到这儿，不得不看一下乔巴最开始的设定长啥样，不仅跟索隆一样会玩刀，还跟山治一样会抽烟，关键这长得属实是社会了点。有不少人表示，如果乔巴长这样，宁愿原地起锅烧油，让路飞把他给炖了。别人上船，要么是路飞登陆1小时在线送的，要么是拿命换的，唯独乔巴那不是拿命换的，是差点把受邀人的命给整没了。山治和路飞这俩坏哥哥，一个专业做饭，一个专业吃饭，乔巴落他俩手里，那是追着乔巴满屋子跑。虽然最后成为了路飞的伙伴，梦想是研制出万能药，不过这万能药暂时还没谱，万能储备粮是被迫当的真有滋有味。乔巴就这样沦为了山治，尤其是路飞的嘴边餐。当山治被抓去结婚后，饿极了的路飞失去理智，张嘴就要对乔巴一顿啃，看把孩子咬成什么样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人是铁，饭是钢，未来海贼王不吃也得饿得慌。别看路飞和乔巴是吃与被吃的关系，这两人有着无比相似的共同点，那就是脸盲，堪称草帽脸盲二人组。乌索普戴个面具，鼻子都遮不住，显而易见的问题，全团人就这俩哥们认不出来。2年重聚时，路飞和乔巴无比默契的把假索隆山治认成了真的，反而搞得假草帽团一脸懵逼。比较尴尬的是，人家假草帽团都看不上乔巴这只离不离猫不猫的宠物。虽然乔巴同学肉美价廉，但这100倍利实在对不起他的战绩。打 CP9 的时候拼了命的打，蓝波球当饭吃，怪兽形态下的乔巴一拳把 CP9 的位取给锤懵了。司法岛后全员悬赏，乔巴废了大半条命，悬赏50，气得乔巴无语凝噎。在德岛打了一圈酱油的乔巴反而是赏金翻倍，后来为了保护桑尼浩和娜美，与大妈周旋，舍命挡了大妈的皇帝剑，还要和大妈同归于尽，名副其实的100赏金打着几十亿的价。结果蛋糕岛结束，乔巴1分钱没涨，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在乔巴身上似乎没啥用，还是越炖越好吃比较适合他。现在好了，亲手俘获一只40多亿的大妈，再不给提赏金那就说不过去了。不然乔巴要对尾田来个灵魂质问，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真的想看我丢下100倍利，大摇大摆的从海军本部走出来吧？